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说了5个不答应，他到底怕什么？那么这个议题呢，其实是跟他的一个讲话有关系啊。这个讲话是抗战胜利75周年啊，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9月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仪式，纪念这个抗战胜利75周年啊。这个活动我跟大家说一下，上午呢就去了哪里呢？上午就是七常委啊，加上王岐山啊，七常委加王岐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之前有人讲七常委加王岐山，觉得这个习近平对王岐山不错啊，拿掉他的权利，还给他位置，其实不对啊。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中国一直是这样啊，就常委加上国家副主席，这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啊，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啊，是这样的排列。那么7个常委加王岐山啊，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啊，加上王岐山啊出席啊。那么这个仪式是在抗战纪念馆举行啊，抗战纪念馆举行。有点奇怪的是什么呢？有点奇怪，这个仪式啊由谁主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啊。这是一个蛮奇怪的安排，因为蔡奇是北京市委书记，他是个地方官，可是纪念抗战75周年，它是一个国家仪式啊，怎么也不适合让蔡奇来主持这个仪式啊。当然，蔡奇是习近平的爱将啊，这个，所以我一直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国家特征不明显，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制度不稳定啊，你比如说，我在很多细节方面，你都看得到这个国家不稳定啊。你比如说像这种仪式，国家层面的仪式，那你就应该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官员来主持，这比较合适。蔡奇来主持肯定不恰当啊，不恰当。那么，然后还有谁出席呢？就是习近平的几个爱将啊，丁薛祥这是中办主任，许其亮、张又祥军委副主席啊，因为涉及打仗，所以军队得来啊。军委副主席陈希啊，组织部长黄坤明中宣部长，张春贤人大副委员长啊，就是代表人大来的啊。然后马彪政协副主席啊，对应啊，肖捷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这底下的人，这就上午啊，上午就是七常委加王岐山献花篮啊，在这个抗战纪念馆啊，下午呢就开座谈会啊，这个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个座谈会，这个纪念抗战75周年的座谈会，那么七常委啊就不全部参加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啊，李克强国务院，然后栗战书跟汪洋是一人大一个政协啊，那其他的人就像赵乐际啊、韩正啊这些就不参加。座谈会是王沪宁主持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王沪宁经常主持这些会议啊？这个习近平在刻意做这个安排，而且王沪宁还做讲话啊，不仅当然最重要的讲话是习近平讲，但是主持会议王沪宁还讲一番什么话呢？当然是习近平爱听的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富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主持会议啊？因为他要讲这番话。那么好，我们就来讲讲习近平这个5个不答应啊，5个不答应是怎么来的啊？先讲他的讲话啊，这个讲话呢，当然
每次中共总书记在讲抗战的时候，他们都代表中共非常无耻的把这个抗战的胜利揽到自己的功劳上啊。这个中共在抗战这件事情上，就是叫厚颜无耻啊，就是说中共自称他是中流砥柱啊，那么他当然不是中流砥柱啊，他在篡改历史啊，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啊。但是他其实这个话呢讲的是有点毛病啊。什么毛病呢？他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的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啊，这没错，有力的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啊，这是有毛病的话。第一，近代抗击外来屡战屡败就耻辱了吗？屡战屡败不一定耻辱，不战而败才叫耻辱。一个民族啊，不战而败，不战而降，那才叫耻辱。屡战屡败不见得是有耻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一直在洗脑一个什么洗脑呢？就是近代耻辱啊，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受到这种教育啊。中国近代史就是个耻辱的历史。我长大以后，我慢慢的理解啊，中国近代没有耻辱，只有清政府的耻辱啊，清皇室的耻辱。中国人民没有耻辱，中国人民的耻辱只有一样，没有反抗清政府啊。所以最终清廷逊位，这才叫洗刷耻辱。所以中共一直在讲中国近代的耻辱是干什么？意图是什么？意图就是仇外啊，仇外，它还是一种帝王术啊，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越仇视外国，对他越有利。所以中共在他整个的教育系统里面，就把近代的历史变成一个耻辱的历史啊，就是说，比如说清政府打败仗，割地求和，跟中国人民有1毛钱关系吗？那块地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对吗？所以这个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重，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望。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打下来的，也不是中国人民打下来的。把日本打败是美国人打败，也不是中国打败，中国是顺手赢了而已啊。这是他就有确立了中国大国地位吗？这个大国地位跟中国人民有1毛钱关系吗？这就是帝王思维啊，这是帝王思维，这就不是以人民福祉为依归啊。这是第3句啊。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这就是胡扯啊！中国本来就是独立的，中国没有不独立啊，所以基本上中共的这个近现代史，中共重写了中国的近现代史，完全是歪曲事实啊。然后他在这个讲话再讲一段这个中日历史啊，讲一段中日历史，那么就来了主要的部分啊，这5个不答应啊，怎么个5个不答应呢？他是这么说啊，他说第一个不答应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啊！你听一下哈，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啊！然后呢，就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啊，它还有个都字啊，这个其实稿子写的不好，其实不能要这个都，要这个都气势就差很多。就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这才是像样的稿子啊。然后这是第一个不答应啊，不答应什么丑化中共啊。第二个不答应是什么？第二个不答应就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对不答应。这个大家关注这一条，关注的比较多啊，关注比较多。这个话是有深意的啊，有深意的啊。然后，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对不答应啊。然后最后一个，任何人、任何势力啊，然后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不答应啊。那么这5个不答应其实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啊，讲一下这5个不答应呢。我们先总的来讲啊，归纳一下啊，有3个特点啊，3个特点。第一，这个5个不答应，这个上下行文不连贯，就是稀里糊涂跑出来5个不答应啊，而且稀里糊涂就结尾了，就没解释啊，跟这个纪念这个抗战胜利75周年没1毛钱关系啊。就是当然借古讽今，这是中共经常干的事情，但是你这个完全没头没脑，就是没有逻辑关系啊！你这个逻辑关系没转过来，这稿子写的不好。但是并不是稿子写的不好，是什么？显然这5个不答应，其实是整个讲话的关键核心，前面只是个帽子啊，说明呢这篇文章或者这个讲话就是为了讲这5个不答应而讲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讲话是用意其实就在这5个不答应上，因为它跟其他的内容不搭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5个不答应看上去很硬气啊，你看读起来很有气势，但是你仔细想一层，这5个不答应其实是个守势，就是它其实在守，它不是进攻。你说进攻我才硬气，我守说明什么？说明你在被进攻，被攻击，你才是属于守势啊。我不答应啊，就是说你肯定是有人要你这么干，我不答应啊，这是个手势啊，这是第二个。他其实看得过去很硬气，但其实没那么硬气啊，话是比较硬气，但是你先深想一下，这5个不答应全是在防守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5个不答应其实涉及到什么？涉及到现在的政治制度，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后面2个呢就关系不大，但前3个就是目前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啊，这是你想一下，一个政治制度，任何一个国家，你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你首先你要有理论啊，当然首先你要有理念，我要怎么去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啊，这要有个理念。然后你要有理论，你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样建才是合理的，才是道德的，才是有效的？这是你要有一套理论，然后你还有一套什么精密的政治制度的设计，这就是宪法。宪法其实是个政治制度的设计。然后后面是什么？
持之以恒的执行，并且不断的纠错。这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你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你看中共是怎么对待他的政治制度？就是这个，就是五个不答应。你用五个不答应来讲你的政治制度，不严肃，也不像有合理性的样子。至少如果你背后有你的合理性，你可以把这套东西做一遍，而不是用这种像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种方式来陈述。你真有理，你不怕讲出来，你这没有理，你只能说明你没有理啊。所以呢，这三个特点是什么？这三个特点就说明这五个不答应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其实是要非常明确的把一件事情讲出来，但是呢底气又不太足，呢理由又不是那么充分，所以只能用这种不用逻辑的方式，用喊口号的方式，喊几句口号，喊完就完了，不能深究。所以我们今天深究呢，他会比较害怕啊，所以我估计今天五毛会比较多啊。那好，我们就一样一样来讲啊。第一，这五个口号喊给谁听的呢？是喊给中国人民听的吗？不是，中国人民大部分听不懂。这喊给谁听？喊给美国人听的啊，喊给美国人听的。为什么啊？你看哈，第一个，把中国人民分开，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这是美国人在干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你看哈，你看，坚决反对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人民一如既往，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为创造人类美好生活不懈努力啊！其实这两个完全没关联。然后任何人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平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中国人民跟其他国人民交流合作，讲的是谁？讲的就是川普总统啊，不给签证啊！你这破坏我们这个交流合作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和阻止我们往来甚至不让我们外交官去大学，那不行，要审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脱钩，你要脱钩就是阻止我们跟美国人民交流合作嘛，这不破坏嘛？这个话都是有指向的，这个指向说明什么？这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说给川普总统听的还有一个，他记得吗？这个余茂春余茂春说，习近平的每个讲话都有英文稿，白宫都收得到，都会看都会看的虽然川普总统自己不会看，但是白宫是有人看的，所以他说这个话，知道川普总统听得见，所以专门说给他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说这番话？说这番话什么意思什么态度第一，说这番话，习近平这番话跟什么有关？跟当前的美国的政策有关系。大家记得吗？蓬佩奥的讲话不止一次讲过，美国现在的目标，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一个改变中共，他要改变中共的行为这是一个这个政策对中共的触动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五个不答应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向美国表明立场，不行，我不同意，我不答应，我不愿意，就这个意思就是第二点，就是第一，它是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二个，向美国表明他的政治立场第三个，
最关键来了，那习近平到底怕什么？其实你看5个不答应，其实里面有深深的恐惧感，能感觉得到吗？我中国人民其实讲中国人民干什么？共产党就老是这么干，就是说你不答应你就不答应，说什么中国人民不答应？你14亿张嘴吗？没有啊，是不是？你不答应就不答应，我不答应，我习近平不答应，你这就牛逼，你这是条汉子。你这什么中国人民坚决都不答应，什么鬼话，对不对？所以他到底怕什么？其实你看这个话里面，其实是有很深的恐惧感。这个恐惧感到底恐惧什么？第一条，大家回忆一下，蓬佩奥7月25号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他一上来做了一件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川普政府开始做的一个动作。什么做？这个讲话就是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啊，他是非常清楚，就在那个讲话当中，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我们对付的是中共，不是中国人民。这是蓬佩奥的讲，蓬佩奥那次讲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那是个檄文。檄文什么檄文？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檄文，这个对中共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多任美国政府都没有这么干过啊，这是第一个。然后你看一下啊，现在整个的川普政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叫习近平叫什么？叫总书记，不叫 president， 不叫总统，不叫主席，叫总书记啊，叫总书记。总书记是谁？总书记就是中共的副领导人就叫总书记啊。说明什么？说明他是把中共当作对手的啊，而且他不叫中国，不叫 China， 现在都不叫 China， 叫 PRC 啊，叫 PRC 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他讲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只统治大陆，加上海南岛，台湾不包括，因为你还没统治台湾呢。所以你可以看美国人在做一些安排，做一些什么安排，这些安排让中共很害怕啊，这个很害怕，这很厉害。为什么？你想一下啊，你想一下。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历任的政府啊，对中国、对中共其实是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陈述、对中国的理解都是隔靴搔痒，搞不清楚中国是什么情况，既搞不清楚中国是什么情况，也搞不清楚中共什么意图，他们到现就是他们一直就没搞明白、整清楚。跟他们打交道的到底是一帮什么人？他们到底想干嘛？没搞明白过。川普政府搞明白了，川普政府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川普政府已经把中共、中国、中共领导层这些全部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知道该采取什么策略对付什么？对付中国这个议题啊，那你可以看哈，所以美国川普政府开始明白中国怎么回事，这件事情就是中共噩梦的开始啊。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策略改变了啊。美国的策略改变什么呢？就是美国不会以中国为敌，他只是对付中共，他就是川普总统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持续表达的一个意图是什么意图？就是他不是以中国为敌，他是以 PRC 为敌。PRC 是什么？ PRC 是中共独裁的一个国家，然后他的对手是谁？他的对手是中共。那么这个战略意味着什么？这个战略一上来就有点什么，就有点像打蛇打七寸的那种感觉啊！打蛇打七寸，他知道要害在哪里，他就把中国和中共分开，
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他打去中共。好了，这个逻辑我们再往下推，你就可以看见一个中共很害怕的事情。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美国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让中共害怕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就推翻中共政权。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中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美国把中共当作他的对手的时候，推翻中共政权就变成了一个选项，或者变成了一个战略。为什么？因为他推翻他打击对象变成中共了。中共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政权。所以美国之前就一直我们这个不干涉内政哈，我们不能干涉对方内政哈，我们是国与国的原则哈。当美国发现你是我的敌人，你对我安全有威胁，这个重要吗？那个不重要了。所以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不是一个禁区了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可能变成了推翻中共政权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我之前讲过没有一任美国政府或者每个总统能够非常顺利的说服他的国民和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开战这很难，这是一个很难的、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你真的要跟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打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我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权，没有难度，这是两个不同级别的任务。对于川普政府来说，或者对于以后的政府来说，他可能基本上会选择什么？选择改变他的政权会更容易一点。所以这个逻辑，我刚才讲从前面一直下来的这个逻辑，才是让习近平害怕的。这5个不答应，核心的根本是什么？核心的根本归根结底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你要改变我的政治制度，你要让我们中共下台，我不答应。其实不答应的就是这件事不是那些你看看什么鬼，什么霸凌、改变、强加，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中共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民吗？对不对？你把武器放下试试，你让人民投个票试试，对不对？其实这个讲话就是真正的意图，其实就是这个意图。真的反映了什么？这个讲话其实反映了2件事。第一个，反映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地步。这个激烈的地步，它已经上升到什么？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这个战略就是2个国家的战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和中国怎么看待美国的战略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共内部开始有点害怕了，就是这个讲话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共内部的这种恐惧感。为什么？因为美国把战略目标定到了什么？把那个准心不是瞄着中国，中国这么大不好瞄，直接就瞄中共了。这是让习近平害怕的地方。好吧，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把这个北京在纪念这个抗战胜利75周年的这个习近平讲话，其中提到5个不答应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好，我们现在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最近呢，这个会员增加的也比较快就是有很多网友很支持
那么我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理解啊，作为一个 YouTuber 啊，我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啊，我需要大家各种形式的支持，我需要掌声，我需要大家喝彩啊，这是我前进的动力。但是我不是为了这个而做这个节目的啊，我是为了自己的新闻理想做这个节目，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有大家的掌声，有大家的这个肯定啊，我当然干得更起劲。但是呢，我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新闻理想做这个节目的，好吗？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请大家尽量简洁表达你们的观点，好吗 ？OK， 那么。好，明谢一下，明谢 Derek 梁，谢谢闪电233，谢谢王老师深夜直播辛苦了，加油，谢谢 Mike 猪，谢谢彭程，谢谢习近平任何文章都是喊口号，文体都是口号体，以前老师看到这个口号体就说垃圾是口号体。从文革上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口号体，习惯，这就是习惯很难改超明，谢谢 Joe Z， 谢谢 WFJWFJ， 谢谢 Y Christy 周谢谢送 Max 一点 treat，OK， 好，谢谢那他会很高兴的林腾，谢谢。Michelle 刘，谢谢老罗王，谢谢老师好，大家好。最近要搬家，两头忙，虽然仍然参加直播，但是都一边停课一边做事。抱歉搬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深有体会那么老罗王，请你多多保重就是注意休息，好吗 ？Allen 亲，谢谢观点，日本受降的文件都在台湾。结果中共说他们领导抗战，真的是睁眼说瞎话就是厚颜无耻。观点强调都就是怕中国人民跟 CCP 不同调。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 ，but 我们的人民一直都被代表的，把5个不答应气的中国人民改成中共就合逻辑了。观点，王先生5个不答应是说给大陆人听的，带节奏、捆绑、洗脑，好吧？说给中国人民听，他不用说给中国人民听，也没有区别你想一下，他不说这个5个不答应，中国人民就答应了吗？中国人也答应不了因为没有票你答不答应？中国人民连嘴都张不开，你答应什么？所以。我不觉得是说给中国人民听的情绪5个不答应的主语都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答应与否，那要中国人民来说，而不是由一个200斤的包子来代表，去他大爷的 ！OK， 观点口号本身是为了简化或者突出才使用，通篇口号没有解释和内容，这篇文章就是多余的观点看到外国首相演讲不用书稿。安倍晋三、蔡英文200斤试试小学博士是这样美国总统演讲经常是没有稿子，没有稿子并不是没有真的没稿子，是因为他前面有2个提稿器提稿器是透明的，所以一般来说是看不到的，就是从正面拍是看不到他在看提稿器有提稿器是方便他不用低头，他直接看着前面对着镜头来讲这是现代这种电视文化的一种发展当然这个演讲的效果会更好，但是不管有没有提稿器中共的这个党八股其实是又臭又长，
但是呢，我们认真的读一下，是可以从里面发现一些问题的啊。所以，看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其实是非常没有意思的啊。但是如果你为了去找到里面的一些关键的问题，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工作啊。观点：当人群以民族来扎堆的时候，肯定会跟别的民族有冲突、有战争。所以现代国家是以理念为基础，而不是民族啊。也有民族的国家，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说日本，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朝鲜、韩国，他们朝鲜半岛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说像越南，我印象中越南也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么有一些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那么有些国家是理念建国啊，有的国家是传统建国，很多国家建立的模式啊。现代国家二战已经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世界版图的模样啊。观点与提问 ：CCP 政权无耻到一个没有底线的地步，不可思议，罄竹难书。不过很悲哀的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出来的。王老师怎么看？这是中共说的啊，中共是这么说的。古往今来，历史从来是有胜利者也可以写历史书，这个没问题。但是历史书不能只是胜利者书写啊。中国的这个文化，其中有一个非常，就是我很不耻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胜利者喜欢把以前别人写的历史给烧掉啊，这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坏的传统。那么中共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把所有的其他人写的历史给烧掉，重新写过，这中共干的事情叫篡改历史啊。所以你被洗脑了，我也是被这么洗脑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啊，古往今来都不是这样啊。就是胜利者可以书写历史，这个没有错，但是历史不能只能由胜利者书写啊，这是不对的啊。我还有一个担心的点，墙内洗脑的这么成功，就算 CCP 倒台，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人民带回正确的历史和价值观啊？这点担心也没用啊，对吗？因为洗脑这么成功，难道就让他继续下去吗？你也不可能嘛，你至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离开洗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多长时间我说不好，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让大家脱离这个洗脑机器，先解决这个问题，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你说呢？不容易的，绝对不容易的。就是你刚才就像你说的，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出来的。我从小也是被这么洗脑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啊。提问：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了一个独裁政府，还是一个独裁政府绑架了一个国家？这有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味道。王老师认为根源在哪里？互为因果吧，互为因果吧。我们看到的现实往往是互为因果，就是说，中国这样的文化跟社会基础，产生中共这样的一个政权啊，它或者说翻过来讲，中共政权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一个这样的文化和社会土壤中产生的，这是一个陈述，没有毛病啊。翻过来就是说，中共强化了以他的政权为核心的文化、政治环境，那么这种环境也和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土壤相结合，它就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啊，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中共也会被改变，中共不是不会被改变，它其实也是跟中国现有的社会啊、文化、历史相结合的。你看老毛的
帝王术，到了这个习近平这儿也是帝王术啊，各种帝王术。其实中国的那封建主义那些东西，毫无疑问的被中共用在这个统治人民的这个工程当中去，这就是影响，相互影响啊。所以它互为因果，它不能够绝对的把这个刀子切开，谁是头谁是尾，它无头无尾，它一直连续在一起，好吧？情况，北京的名校里还有很多人不喜欢 CCP， 在不喜欢的人里面还有部分反 CCP， 这一情况目前只在名校多见，在普通的1本2本还是充斥着大量的粉红自干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希望还是要有，希望还是要有。是的，我认为希望是有的啊，只不过呢，现实是很残酷的啊，我们要直面残酷的现实，但是心里还是要抱有希望啊，我大概是这样的心态啊。观点，我是台北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洗脑底层汉人，在台湾早年我也被洗成大中华思想，但长愈大看愈多，对于所谓的大中华思想愈看透，愈清楚学校课本教的都带着执政者统治洗脑的意图，这也包括儒家思想。儒家固然有其优点，但之所以被汉武帝以将奉为主流，就是他的理论最符合皇帝等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我现在很理解西方民主国家人民为何对其政府都很有戒心，这也是疫情事件为何很多欧美人士一开始不相信政府措施的原因之一。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我也是这么想，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是你慢慢的开始理解以前小学课本、一些中学课本、以前的这个中国历史、中国的世界史，为什么中共那么写？我们为什么脑子里全是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对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影响？他其实在编写这个课程当中用意很深啊，用意非常的深，把那历史全部改过来，重新写过。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近代史，在中国的中共编写的课本当中就是个耻辱史。你后来想一下，跟老百姓有1毛钱关系啊？你说那个耻辱是谁的耻辱？是老百姓的耻辱吗？你老百姓在清朝不就是个连奴才都当不上，对不对？那你有什么耻辱？你好，就算是被日本灭国了，你也是清政府的耻辱，老百姓还不是一样，奴才当不上。我不知道日本真的把大清灭掉，老百姓会变成几等公民，但是在大清国，中国的汉人第几等公民？2等肯定当不了吧，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东西想一想，你就知道中共写这种耻辱史目的是什么。你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仇外，让中国人民一直仇外，仇外他就好办了嘛，对吧？观点，中国的管理艺术就像 PUA， 无论党管理国家，还是父母管理孩子，或者是老板管理员工， PUA 就像邪教一样，一种精神控制。方法有：一，切断被控制者的信息来源，社交圈就如同中国的防火墙；二，贬低打击摧毁对方的人格和自信，就如同 CCP 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民智未开；三，塑造独特的逻辑，丑化敌人，在控制者中树立榜样，就像老板总是树立几个非常完美的标杆员工，又像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四，通过说假话来塑造自己伟光正的形象。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共产党养活14亿人口等等。五，严格控制被控制者的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父母会让孩子报告自己每天的行为，跟谁玩了，偷看谁的日记。老板会让员工休息天也不断的回工作邮件，剥夺任何可以剥夺的利益。PUA 之所以受害，还是因为缺乏勇气。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自由就在你手里。
这分析的很到位啊，很到位。我是觉得啊，控制和被控制，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其实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就是控制和被控制，不仅仅是权力的关系啊，就比如说这个，你说奴隶主对奴隶啊，控制和被控制，比如说情感啊，情感两个情人之间也是控制和被控制啊。其实有很多人类社会的行为当中，人类的行为就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啊，大家理解一下啊。情况内蒙出的那事儿，墙内的舆论都是鼓励加速同化少数民族的声音，美曰民族平等，不搞特权，或者讲所谓的中华民族。在中国，汉族沙文主义非常严重，非常正确。情况今天看到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协查通告，悬赏1000元给举报那些站出来反对汉语教学的蒙古族家长，罪名是寻衅滋事特朗普说，社会主义不讲公平和正义，也不是为了解救贫困，社会主义只关心一件事，统治阶级的权威，他们获得的权利越多，就越渴望摄取更多的权利。他们控制医保、交通、金融、能源、教育，他们要控制任何东西，他们要控制一切，他们用权力来决定谁赢谁输，谁上谁下，谁何为真何为假，甚至谁生谁死，入木三分。川普有说过这话吗？这么厉害，我怎么没看到？能告诉我们一下出处吗？好吗？情况：日本大使馆5月底开始不开门，想办委托公证卖房子，签证中心搬到台场，1周只开2天，还只能网上预约。这个月1号开始已经预约满了，下个月也预约不到。听说有5万人在等预约中。王老师，我卖国内房子是不是卖对了？以后养老也决定在国内。我不知道你卖哪儿的房子，我也不知道你的财政状况怎么样，我没办法答你。但是有2点，请你留意啊。第一点就是你在海外卖房子怎么卖啊？当然要委托，你要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啊。这中间是有风险，你要小心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息啊，你要，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基本上看不到在媒体上看不到房地产市场是什么情况，很难看到啊。所以我给你出个主意，打电话给中介啊，就是以买房者或者卖房者的身份，分别多打几个中介的电话，通过他们的这样讲话，你大概可以知道市场的情况怎样，你再决定卖还是不卖，或者怎么卖，好不好啊？反正卖房子这种事情，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啊，这个买一个什么样的铅笔，什么颜色的铅笔，可以研究两天，但是卖房子他可能3分钟就决定了。大家很多人是把这事情反过来啊，这个卖房子这个事情茲事体大，买卖房屋这种大的决策，多研究研究，多分析分析，多花点时间，不会吃亏，好吧？观点：随着不断向左转的意识形态，中国已经彻底抛弃了改革开放线路，进入了口号治国的毛时代。施政者一切政治挂帅，只是大谈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严重缺乏务实的施政方针。国计民生每况愈下，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大跃进和文革的再次出现。文革我认为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中共一直在文革当中，虽然他嘴巴上说文革结束了，1976年文革结束了，而且还甚至假模假式的写了一个这个若干历史决定啊，若干历史决定也可以否定的。我今天看到这个2020年版的这个教科书又把文革这个描述又放回来了我就一直认为中共
就没有让文革结束过啊？为什么？所以大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文革。文革其实讲到底，文革不是红卫兵的文革，文革是中共的文革。文革是什么？你想一下，文革有个领导机构叫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啊，文革领导小组。整个文革是中共中央在领导的，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在指挥这场运动。你认为是红卫兵的文革吗？不是，其实就是中共的文革。这是第一个，就是谁的文革？中共的文革，这第一个。第二个，文革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中共用一个非国家的形式对付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用非国家的形式来对付老百姓，折腾你，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你觉得现在结束过吗？中共停止过这么干吗？没有停止过，一直就这么干，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底线提问：王老师好，我在硅谷工作，想接女友来美国读书生活，可是从今年开始，国内报道的全是美国的负面新闻，比如疫情严重、BLM 骚乱、枪击，导致他和他父母都觉得美国很危险，不愿意来美国。这样下去，要不我们就得分手了，要不我就得回国，我该如何选择？网友：别回中国，换女友，美国只有一个，姑娘还多得很。你的女朋友跟你三观和生活目标都不一样，价值观不同，即便成为夫妻也很难持久。伴侣最重要的是要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能走得远。也不能这样对待感情啊。第一，你真的要好好的去做一下你女友的工作给她足够多的信息，让她了解什么是美国，而且要让她了解他是怎么被洗脑了这件事情你要做，把这个工作要做深做透做深做透。你不仅要做你女友的工作，你还要做你女友父母的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义不容辞，要先把它做完这是第一。第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把你女友接来理论上来说，你要把她接来，你必须跟她结婚但是我提醒你，结婚这个事情要小心你不能够因为你要去把女友接来，就把婚给她结了，那不行这件事情你要搞清楚这个先后次序你先要解决什么？你先要解决你女友愿不愿意来美国的事情再考虑结婚的问题。我就提这2点供你参考，好不好？不能够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一段感情，感情是很珍贵的所以第一个要好好的做工作把工作做深做透。第二个，结婚要谨慎，要把前后秩序搞对先要搞清楚他愿不愿意来，再考虑结婚的事情，好不好我也在硅谷住多年我也住硅谷多年，这里很好得很，我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恐惧瘟疫和骚乱。如果你的女友对你所做的刑事判断没有信心，那也许你应该考虑跟她的关系是否能够天长地久。你舍弃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为的是和女友相聚，你在国内会开心吗？事业有发展吗？希望你想远一点，想深一点，自己最重要，自己好，自然能够吸引到同志的伴侣。硅谷当然没问题，美国没有问题美国我不觉得美国有问题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地方有问题那么也有地方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一个没问题的生活，就没有问题。所以好在美国没户口，对吗？你不高兴你就不住，你现在生活的地方你觉得不高兴，你搬到别的地方去，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觉得你刚才只讲了问题的这一面没有讲问题的另外一面，我就把另外一面提出来，就是你
你要好好的去做工作，这是对你的这段感情的负责的表现。你把所有的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而且尽量的多做一点，然后再去做判断。你不能够说我就说了一下，对方不听，那不负责任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情况最近用谷歌搜索定位台湾，下面显示台湾后面还有一个省字在后面，谷歌地图也是，谷歌搜索很多出来的结果也是国内的网站，这意识形态也在潜移默化的渗透华人的意识形态。推墙之前应该先清除本来的渗透，谷歌的渗透可不是一般的渗透，谷歌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渗透啊！这个级别的渗透，不仅仅你看到你去搜索，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不一定对谷歌的渗透不一定是买通了他的人，或者是有人在里面操作，不是的，是对数据的这个铺排。你比如说我们搜经常出来的是什么？经常出来的是新浪网上的东西，人民网上的东西，新华网上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背后是有算法是有算法的。那么这些算法，国内是用一种模式来解决谷歌排序的问题理解吗？这本身是一种渗透啊。王老师，您的新闻理想是什么？哎呀，这么大的题目，你至少要10期节目来讲。我的新闻理想怎么说呢？第一个，按照自己的我们叫采编独立的这种原则来做自己的新闻，这是第一个。这是首先，所有一切专业，所有新闻的专业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独立性，就是你的新闻是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的，你的判断、你的选择都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来说，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会员，是因为我不想受这个广告的影响广告会影响我们的收入我不想受它的影响。所以新闻理想的第一条就是独立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做新闻的过程当中，你会受到很多的局限比如说物理的局限，我没办法到现场我没办法，我只有一个人，或者我们只有很有限的人手，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那么怎么办那么专业，我们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我们的新闻理想就是我们的新闻的伸展能力越广越好，越深越好，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能够把我们的新闻触角伸得足够深、足够远，这也是第二点。就是说你仅仅是坐在房间里，我在推特上有人骂我说我经常读报纸读报纸其实是一种新闻的方式并不是说，但是它毫无疑问它受到一定的局限，就是说读报纸是，如果你是一个被迫的行为，那说明你的行为局限很大。如果读报纸是一个主动的行为，那其实也无不可。所以我觉得第二条就是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新闻资源，让我们能够更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领域、更深的层次。这第二条。第三条，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力大概就这3条你可以再讲，我可以再讲下去。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希望我们首先解决这3个问题，就是影响力，然后有足够多的资源，然后就是我们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这就是我们的新闻理想，好吧？明谢一下杨玲玲，谢谢谢秋月，谢谢魏老师的见解喝彩，三门高，谢谢
RUM， 谢谢。口号就是洗脑，通过不断的重复，让你无意识的接受毫无逻辑的意识。人需要学习逻辑学和数学来抵抗欺骗和洗脑，非常正确。Kevin 赵，谢谢。最喜欢看王老师现场直播，扒光200斤和黑帮们。OK， Lam Chang，谢谢。Simon 高，谢谢支持。Zack Wang， 谢谢。你好，王婶，最近一直关注蒙古的形势，从28号到现在，短短1周时间，就把蒙古人民定义为外国势力颠覆，厚颜无耻。要是没强推汉文，哪里有这些反抗？整天说别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才知道到底谁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OK，Gordon Lee， 谢谢，请王者吃热干面，谢谢，我很喜欢。Jack， 谢谢。王老师喝杯台湾的珍珠奶茶，好的，谢谢。Mika 卡，谢谢。Jenny Lee， 谢谢。好还有一个情况啊，王老师，请看刚才那段关于川普总统抨击社会主义的演讲，在讲委内瑞拉时讲的那段，刚才念的那段揭露社会主义的本质。OK， 好的，是在委内瑞拉是吧？好的，我去查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